宇轩，这个端午连假，台湾的气候太怪了。我第一次看到雨下的这么大，很多的气象专家都预警这件事情。而现在全球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大异常来了！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瑞士的阿尔卑斯川的冰川呢，你看到画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90亿吨土的土石坍塌了。对，赵你讲的没有错，因为我们台湾了，顶多说，哎呀，奇怪，今天20度，明天突然变30度，今天下大雨，突然间隔天呢变成好天气。结果呢，对于瑞士来讲啊，可不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最近也是因为极端气候异常的状况，本来有一个冰川，但是冰川呢，因为温度呢越来越高，呢，最后产生溶解，结果导致90亿度吨。各位，这里我也不已经不算是土石流，它也不是什么地层滑落，它就是整片冰川都移动，死了。对，所以你看啊，90亿吨的东西正在移动，而且下方有一个城镇哦，这个城镇叫布拉登。对，然后呢，干嘛？跑啊，还怎么办？这个所有居民瞬间跑，因为你不要看说哇，这个画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，没有，这是非常大规模的面积哦。你要想想看，中央山脉如果突然间产生山体移动，那会吓死，那整个南投的人都得跑了。所以他就开始在往下滑，最后干嘛呢？有土石。也有冰川，因为冰川呢，整个地形地貌会被它大规模的推动。你就想想看，一个超级大固体，然后一边融化一边往下滑的时候，把整个山脉都推了之后呢，感受到的是什么？隔一个山头哦，都感觉嘣嘣嘣嘣嘣嘣嘣，有那种震动的感觉。隔一个山头都有那种有震动感，这太夸张了。对，因为你现在看到画面，我们不可能站在那个山头。对，他就是隔着一个山头，然后去拍，然后那个现场记者说：“哎，太可怕了！那整个土石这样震的时候，那个整个声音，那整个声势太可怕，太巨大了。所以呢，连在旁边你都会感受到它巨大的威力。但更何况是它下面，因为后来呢，这个瓦莱州的警察局就开始统整了我们讲的消失的人口。OK， 然后后来就发现有一个老人失踪哦，因为他有提前做撤离。那知道你要仔细看这个前后的对比图，你就知道从上面滑下来，对不对？这是原本的美轮美奂的布拉腾小镇。对，这边还有一些绿色的植物啊，什么树啊，都在这边。坦白讲，它是在一个峡谷里面，坦白讲，我觉得很漂亮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冰川整个滑过之后，才造成变这样子了，完全看不出来，变成是一片焦土。它是完全淹没了。对，什么都没了。树也没了，城镇也没了，绿草阴影也没了，直接就被碾压过去了。所以你就看大自然的力量多可怕。结果他们后来有仔细看了空拍图，发现有，还有一点幸存的。幸存的在这边，这个没有对比哦，没有不知道那个伤害性有多高。旁边这边是原本的城镇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哦，旁边的城镇，然后里面那边是幸存的房屋，所以代表其他的房屋，你不要说连残骸了，什么东西都看不到，完全都被淹没了。因为冰川的重真的很重，所以它那个对他来讲，那个是被碾压，跟那个碾压机一样，直接过去。古人龙转北 ，OK，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因为它是不是往下滑落？对，往下滑落呢，就不小心它堵住了，到了我们讲的河川的流动。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叫做龙沙河床的地方，那刚好冰川倒塌之后呢，把这个河川的水呢给堵住。那堵住之后，河川堵住会干嘛？它会越积变积成湖泊。所以你知道最惨就在这边，你以为想说这边的人还可以继续过活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堵住之后呢，开始那边开始淹水啊。所以原本是被冰川碾压完风之后呢，变成开始淹水，变成湖泊。所以它隔一阵子之后，你看形成这种我们讲细。所以这小镇完全都没救了。对，这个就不用住人了啦，这一定得要全部撤离。这个地形地貌已经改变了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湖泊还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但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，它不只是冰川移动。它还带了很多的我们讲的盐块也好，或者是说泥流也好，那他们去算过这种崩落物质，就是我冰川在动的时候，我把其他零零碎碎的一起刮下来的东西，有1400座奥林匹克的游泳池大小。对，所以像1400座，那到目前为止还没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只是刚开始在移动而已。刚刚我们看那个画面才刚开始。对啊，吓死人了！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，为什么冰川会移动？其实最主要的温度是什么？温度在持续的上升，所以呢，它的海拔就不断下降。它已经下降了100公尺了，那后续还会持续下降，持续下降。那你想想看哦，如果持续下降的话，这是1935年曾经我们大家看过的画面。对 ，OK。1935年，这个冰川非常的厚实，漂漂亮亮的，也如雪白仙境一样。结果呢，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，瑞士这个奇尔瓦冰川的地方呢，已经开始下面有没有发现？没有东西，这个白白的东西通通没了。对，但可怕的是上面的，因为上面的东西它有重量，所以你看哦，到2022年的时候，它也成为这样。那这一次是什么状况？就是上面东西直接往下滑。那往下滑之后，你当然是如果全部再继续热下去，都往下滑，那怎么办？而且你知道当时他们是怎么救的吗？因为明明知道会山崩，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开交通用这种汽车啊或巴士什么的。所以来，这就是那个可爱的牛牛，因为他们是畜牧业，他们就开始要用直升机开始吊这些牛。所以你看到那个牛一只在啊。对啊，那牛就觉得我是谁，我在哪？总共大概我们讲190只羊，26头牛哦，然后大概20只兔子。
兔子也要疏散啊，就这样一头把他们赶快疏散过去。但对他们来讲，未来这些噩梦还没完，因为理由很简单。赵，你猜猜看，以前瑞士啊，我们讲的常年啊都积雪，对不对？都是在0度以下，但现在不是哦，现在超过20度超过20度哦。我们台湾前几天也才20度而已哦。他们平均温度，我们不是只是讲极端气候哦。你看到 today 然后 tomorrow Saturday Sunday morning Tuesday Wednesday 全部都是20度，而且越来越高温，越来越高温。23度也有，还有25度的。但你想想看哦，如果进入到夏季很可怕的一个地方，而且这个不是一般这是450公尺的气候，山脚已经27了嘞。所以代表说，如果这个温度在上升，那就算你山顶呢也越来越冷，越来越冷，但也没有用啊。因为如果你的底层温度超过一定的程度，就算你的高度再高，这个雪终究也是撑不下去。玉凤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极端气候，阿尔卑斯山这样山崩直接这样下来，吓坏人。另外一个画面是什么？在中国，这是中国网友发布一个影片，这是一名滑翔伞的爱好者，在这个祁连山区。他这样上去的时候，他竟然被一个莫名的这种空气现象吸到上面去之后，他整个人都结冰了。我们这看到真的是一个奇迹啊！他不但被吸上去，接近卡门线了。我们知道卡门线是多高？是1万公尺，而他已经到了8598公尺了。他被吸了上去，这怎么状况呢？这真的太离奇了。他是一个爱好者，可是呢，他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，他连他的滑翔伞都是在淘宝上面买的2手货，所以呢，他到祁连山区呢，他只是想打开来看看到底这个拿到的这个货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他只想测量它的一个质量到底好不好。结果没想到一打开的情况之下呢，因为当地有一个极端气候，所以一个强烈的对流竟然就把它给吸，从祁连山的山区，他就被拉到高空去了。他当时已经打开了 GoPro， 但是他没有想到，他以为说等到这个气候这个吸力稍微结束，他应该就会慢慢的滑翔下来了。没有，这一次的强烈对流竟然一路就把他拉到了8598公尺的高空，卡在上面了。对，所以他经历了什么？他从这个祁连山的山区，然后飞升之后呢，他先看到了云，然后他穿越了云，然后他最后 Beyond 了云。他告诉自己说：“我不能睡着，睡着就死定了，因为他接下来就会进入到哪里？进入到卡门线的一个底部。好，他全身就开始结冰了。然后呢，结冰之后他就开始结冻，结冻之后他就开始呼吸不到空气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8598公尺的一个高空会有什么的东西？不会有太多的鸟，你看不到鸟的，但你会看到大型的铝合金鸟，那是什么？他会看到民航客机。所以呢，他是非常紧张的。你不要看他这样子 ，GoPro 带着他好像滑翔世界，然后呢，饱览群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No， 他非常的担心有飞机会经过他的身边，所以呢，他就是这样左右张望。但其实他后来下来的时候，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操作。他最后的事情呢，他只告诉自己不要睡着，睡着就死定了。然后呢，你看到这些画面，不是好像有在拉那个滑翔翼的两边的鞭绳吗？他说那是他肌肉记忆，他把训练的时候拿过来用，他根本无法思考。不过他运气算是非常的好。后来呢，在移过气流之后呢，他慢慢的下降，所以呢，他又经过了，他活下来了。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他是非常非常幸运的。而过去来讲的话，你说这个8590几公尺是最高的吗？不是，有一个德国的选手，而这个选手呢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大陆籍男子，他是业余的。德国的选手呢，其实Eva 他是职业 Pro 的，但是呢，他在过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。明明知道有暴风雨要来了，暴风雨来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就会像我们刚才讲到祁连山的那个男子一样，他会有强盛的对流，在那个情况之下，他还是要进行他的这个滑翔翼，结果他就被吸了上去。被吸了上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个是接近卡门线，而这一位Eva他是抵达了卡门线啊！卡门线你知道吗？那里是-50度 C 的对，-50度 C。然后呢，他已经成为一个外太空的一个霸掌了。那种情况之下，他竟然还活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非常的神奇。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他晕厥了过去。如果你是清醒的话，你是活不下来的，因为人会有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，所以他晕了。晕了之后呢，当那个对流结束之后呢，他刚好在下降到8000多公尺的时候呢，他又醒来了。所以呢，他又可以慢慢的操纵。刚刚那个是业余的，所以他是靠他是有点幸运。但是Eva他是职业的，他就慢慢的下降，经过了这个几分钟、几小时，
这个情况之下呢，他竟然掉落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不过幸好，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他是职业选手，所以呢他身上有 GPS 系统，他就可以告诉他的团队说我在哪里。所以呢他的队友赶快跑去找他，你知道吗？这非常的厉害，他竟然活了下来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